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不让心灵疲惫的正确休息法》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对那些在现代社会中特别忙碌、压力较大的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有一些人往往勤奋过度，有时甚至牺牲自己，以至于健康受损、心理出现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过劳死。对于我们来说，学会正确休息的技巧非常重要。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正确休息的技巧才是现代最强的技能；第二，全面释放所有负面情绪的正确心灵休息法；第三，拥有永远不感到疲惫的身心的正确休息法。首先是第一部分，我将从正确休息的技巧才是现代最强的技能开始解说。在听到这段话的各位中，或许有不少人感到疲惫不堪，明明应该好好休息，但身体却总是无力，工作和生活中毫无动力，常常感到疲惫，人际关系让你感到疲惫，经常感到睡眠不足，想休息但总是无法真正休息。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是您的心灵在发出信号，告诉您需要休息了。您真的很辛苦，希望您能够面对自己的身体，适当的休息。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正确的休息方法，而是采取自己认为的休息方式，结果完全没有效果，身体的疲劳依然存在。如果继续采取这种不合适的休息方式，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就会不断加剧，造成身体和心灵的伤害，甚至可能导致重病、心理疾病，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过劳死。但我希望大家能更进一步，不仅仅是休息，而是要以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高效的休息。在当今忙碌、压力大的社会中，掌握正确的休息技巧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掌握正确的休息方法是现代最强的技能。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技巧，特别是在需要的时候。本书参考了休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色列理工大学等世界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论文，提供了多种有效的心灵放松技能，以帮助减少心灵的疲惫。通过本书所讲的科学的、正确的休息方法，您只需将其中一项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身体的疲劳感减轻，身体变得更加轻松。请稍微回顾一下，你们通常是如何在疲惫时休息的？很多人会选择在家里放松、闲散地待着来缓解疲劳。然而，尽管我们可以用疲惫这个词来概括我们的感受，但心理疲惫和身体疲惫的适当休息方式却完全不同。例如，现在很多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脑前度过，长时间坐着，几乎没有运动。但到了工作结束时，往往会感到精疲力竭。为了缓解这种疲劳，大家通常会在休假时选择在家里休息。但许多人在工作日中感到疲惫，因此在休息日时便想着在家里闲着，可能看电影、追剧或玩手机。可是简单的在家里放松实际上是错误的休息方式。这是因为办公工作所造成的疲劳与运动后因大量使用肌肉而产生的疲惫是不同的。在家里闲着并不能缓解由于办公工作积累的心理疲惫。现代人大多长时间坐着办公，而为了消除这种疲劳，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休假时在家里休息。然而，这种休息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了。那么，正确休息的技巧非常重要。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休息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休息绝对不是坏事，我们应该摒弃休息是坏事的想法。特别是在日本，很多人将休息视为一种不好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感到工作疲惫，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休息，其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休息是不认真、不好的事情的观念在社会中盛行。尤其是如果心中有休息等于偷懒的固定观念，那么在休息时就会产生负罪感，觉得别人都在努力，自己却在休息是不可接受的。不要抑制想要休息的想法。休息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了优先考虑健康。
我们常常为了工作而牺牲自己的健康。然而，无论怎样，健康都是第一位的，因为健康是决定其他所有表现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身体健康，那么工作效率会更高，思维也会更灵活，专注力也能持续得更长，从而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果。因此，保持健康有助于我们改善人际关系。如果你有重要的人想要珍惜，那么请将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如果您希望在工作、爱好或其他事物中表现出色，改善人际关系，那么首先必须将健康视为最重要的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顶尖的运动员和优秀的商业人士会非常关注饮食，并在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时间休息，把健康视为最重要的事。我们的人生是一场长途旅行，而不是短跑。如果我们在马拉松中像在跑50米时那样全力以赴，最终将无法继续前行。人生是一场长途赛跑，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冲刺和休息，才能走得更远。幸福感和积极情绪会提升我们的各种能力，增强我们的动机，让我们更高效地工作，恢复挫折中的力量，激发创造力，从而充分发挥我们的潜能。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在积极的状态下表现得最好，因此重要的是不要不停地拼命工作，而是要定期休息，创造出积极的状态。那么，如果不休息而强迫自己继续努力，会对健康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首先，过度的压力是一个主要问题。不断努力工作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一直处于压力状态，身体会认为自己面临危机，这可能导致炎症的发生，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压力激素持续释放，进而使白血球开始攻击甲状腺和其他身体系统，结果心脏病、肥胖和加速衰老等症状开始显现，并且我们的身体逐渐开始损坏。这就是持续努力而不休息，一直处于压力下对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样的解释，或许能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长期承受压力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让您意识到更应该照顾自己的身体。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全面释放所有负面情绪的正确心灵休息法。我将讨论如何彻底放下所有的负面情绪。现代人的内心因为不愉快的情绪、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各种压力而感到疲惫不堪，因此，首先要通过放下这些负面情绪来休息心灵。心灵的疲惫不同于身体的疲惫或疾病，肉眼不易察觉。如果骨折了，您不能走路，因此很明显需要暂时休息，而心灵疲惫却常常被忽视。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灵的疲惫。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需要休息的界限信号。如果你有以下信号，请务必休息：一、无法入眠，早上早早醒来；二、暴饮暴食或没有食欲；三、感到没有动力，或者一开始就没有兴趣。如果您正在经历这些信号，请立即实践接下来将介绍的正确心灵休息方法。现在我将具体介绍4种正确的心灵休息方式：一、关注内心的情感标签；二、立即处理烦恼的负面垃圾桶；三、利用表达写作来提升情绪；四、消除只要交流就能理解的幻想。首先，我从第一种方法开始，关注内心的情感标签。这种情感标签的方法是通过给讨厌的情感贴标签，从而关注到自己内心的情感。我们的内心每天都会浮现出各种情感，而缓解内心疲惫的第一步就是准确地了解自己内心出现了哪些情感。为了做到这一点，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内心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各种情感，但很多人可能无法准确用言语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由于看不见自己的内心，能够清晰地用语言表达出自己内心正感到不安或愤怒是很困难的。然而，如果无法用言语表达，就难以整理自己的感受，进而难以消除内心的疲惫。如果无法说出我现在感到愤怒，就无法关注愤怒的原因。若无法关注愤怒的原因，自然就很难消除愤怒。因此，观察自己内心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
仔细观察后，您可能会意识到我现在感到愤怒，或者我现在感到不安，然后给自己的情感命名。命名方式可以凭直觉来定。例如，如果您的感觉模糊不清，可以称之为模糊不清；如果您对某事感到愤怒，可以称之为愤怒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情感标记，将情感语言化并命名。当我们的情感发生变化时，比如再一次感到烦躁，就更容易觉察到自己的情感。因此，请务必给自己的情感命名，训练自己了解内心现在涌现出哪些情感。这是消除心理疲劳的第一步。接下来，我想强调第二种正确的心理放松方法：立即处理烦恼的负面垃圾桶。刚才通过情感标记，您给自己的情感命名，这时您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内心涌现出的烦恼、焦虑、愤怒等负面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直感到烦恼，会非常痛苦。因此，我推荐一种名为负面垃圾桶的个人压力释放方法。这种方法的名称虽然听起来有点严厉，但做法非常简单。首先准备纸和笔，持续写下自己的负面想法，持续3分钟，然后写完后将纸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这么简单就可以了。有人可能会想，这方法太简单了，真的有效吗？但实际上，研究表明，进行负面垃圾桶处理后，因负面思维带来的压力得到了缓解。那么，为什么负面垃圾桶能够缓解压力呢？那是因为人们在纸上写下想法和情感时，仿佛这些情感变成了有形的东西。撕掉写下的想法，脑海中会把这些想法当作垃圾处理掉。这种方法只需纸和笔，任何地方都能做到。而且如此简单的方法，即使在心理状态不佳时，也能实施。请在一些小空闲时间尝试一下。接下来，我想解释第3种正确的心理放松方法：利用表达写作来提升情绪。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感到消极情绪时，推荐的方法就是表达性写作。这种方法是将自己经历的事件、当时的感受和浮现的想法直接写在纸上。做法非常简单，如果遇到不愉快或焦虑的事情，就准备好纸和笔，持续写20分钟，写下事件和感受。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如果觉得20分钟有点长，也可以稍微缩短时间。内容上，只需随意写出你想到的事情就可以了。例如，可以写又被上司在工作中训斥，真让人生气，或者下周的考试绝对没问题等等。只要把想到的内容如实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坚持写大约4天，效果会更明显，因为没人会看到这些内容，所以可以毫无顾忌地直白写出内心的感受。大家或许都有过和某人倾诉烦恼后，心情变得轻松的经历。表达性写作的效果就像是向某人倾诉一样，可以让心情变得舒畅，将心中和脑海中的所有情感都倾诉出来，可以把那些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的烦恼抒发出来，从而减轻压力。烦恼和担忧不仅仅存在于脑海中，通过写下来会让内心感到轻松。因此，当你感到心绪混乱时，务必尝试一下这种方法。接下来，我想解释第4种正确的心理放松方法：消除交流就能理解的幻想。我想谈谈人际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烦恼是让我们心灵疲惫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缓解人际关系的疲惫，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社会上有很多思维方式各异的人，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看法可能会让我们难以理解。例如，有些人被称为怪人或心理变态。越是善良的人，越会努力试图与这些人达成理解。然而，最终即使再怎么讨论，往往也无法真正理解对方，这样只会让心灵更加疲惫。我们需要意识到，并非与每个人都能通过交流达成理解。例如，社会上有些人在与他人交谈时，如果出现意见不合，就会感觉自己受到敌意的对待。这类人通常存在敌意归因偏差，也就是在他人的言行中感受到恶意的思维偏差。我们在听到抱怨时感到疲惫的原因，是因为大脑中存在一种叫做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
镜像神经元具有读取身边他人情感，并使自己产生相似情感的特性。因此，和经常抱怨的人在一起时，镜像神经元会读取对方的消极情绪，从而导致自己也出现消极情绪，因此容易感到不愉快。实际上，研究表明，当人们看到他人表达愤怒或焦虑时，自己也更容易产生相同的情感。因此，我们可以从减少与经常抱怨的人的单独相处时间开始。换句话说，你应该尽量避免与抱怨或说坏话的人交往，同时也要注意不对他人抱怨或说坏话。接下来是第3部分，拥有永远不感到疲惫的身心的正确休息法。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些科学上正确的休息方法。这次我将介绍2个方法：一、置身于刺激少的环境中；二、在达到极限之前休息。首先从置身于刺激少的环境中开始解释。我想问大家，你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留出时间来放空自己？其实，如果完全没有放空的时间，脑力会越来越疲惫，工作和家务也会变得难以完成。因此，为了让大脑休息，有时我们需要意识到什么都不做，放空自己。此外，现代社会中信息如洪水般泛滥，创造一个不接触信息的时间变得极其困难。例如，坐在电车上，许多人都在玩手机，如此常接触信息，我们的大脑就无法得到休息，反而一直在持续工作。因此，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刺激少的环境中，以减轻大脑疲劳是非常重要的。在工作休息时间，有不少人立刻掏出手机玩弄。如果你们中有这样的朋友，请把手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尽量在休息时间什么都不做，放空自己，这样大脑就能得到放松，更容易集中精力投入下午的工作。如果您是公司员工，可以在午休时将手机留在公司，去附近的公园放空心情，欣赏风景。虽然很多人会觉得放空很难，或者自己没有放空的习惯，但此时可以尝试播放一些轻音乐。放空的过程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而是为其他时间的有效利用进行必要的投资。当感到疲惫时，不必强迫自己继续努力，而是先放空大脑，休息片刻，然后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接下来，我将解释第2个可以获得不知疲倦的身心的正确休息方法，在达到极限之前休息。请问大家中有没有在拼命工作超越自己极限的人呢？如果有，请记住，在达到极限之前休息。有些人会觉得，只有在达到极限时才可以休息。这种自我逼迫的想法其实对心理健康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心理健康并不是在突破极限后变得更强的性质。总是逼自己超越极限，可能会导致心理崩溃。一旦心理崩溃，恢复原状需要很长时间。例如，抑郁症患者通常在被诊断后，需要1年半到2年半的时间进行药物等治疗。因此，及时休息，以避免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实际上我想休息，但在工作场合很难开口，或者因为上司说别抱怨，要有干劲而感到难以请假。然而，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是通过干劲就能解决的。若听从缺乏心理健康知识的上司的话，反而可能会让状况更加恶化。如果您真的感到痛苦，应该好好休息，必要时去医院咨询。因此，如果您真的感到心理上的负担，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即使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让您觉得难以启齿，也不要忽视自己的身心健康，听从内心的声音，适时休息，哪怕只是短暂的停顿，也能帮助您重新找回力量。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